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查理Sir，歡迎來到 Auto Lab。今年對於鴻蒙智行來說，絕對算是一個大年。M987產品矩陣在各自的細分 SUV 市場都有着很好的表現，那麼它的轿車產品自然不甘示弱。 自从 S9T 这款车型发布以来，大家对于享界这个品牌有了一些全新的認識。而今天新款享界 S9正式面世，所以這期節目的內容也非常的簡單，就是帶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下這輛車它究竟帶來了哪些升級。首先外觀方面非常簡單，其實就是更新了一些 S9T 該有的變化。首先，車頭車標換成了享界品牌的全新 logo， 現在它的視覺效果會顯得更加的聚焦。 其次，輪毂和輪胎的選擇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先前那個封閉式輪毂以及雙10伏的輪毂樣式大概率不會繼續提供了，而是新增了一款其實輻條設計相對更有變化且更加粗壯的一個多輻條的樣式。而20寸版本的輪胎呢，從先前245/4520的優科豪馬 B108E 換為了現在255/4520的這個米其林的 E-Primacy 啊，是更注重舒適跟靜音的這麼一款輪胎。而21寸的版本從先前的 PSEV 升級到了 PS5的 Energy 版本。 在 S9T 上飽受好評的星輝尾燈，在新款 S9上同樣沒有缺席，而且同樣加入了智駕小藍燈。另外啊，它在換裝尾燈之後，配合這個 C 柱以及這個鍍鉻條，你會發現它有這麼一點點奔馳 SQ 配的味道。最後，在車身顏色上，新款享界 S9還增加了2款，分別是流光銀以及我們今天體驗的這一台仙棕綠。它在太陽光底下會有更強的金屬氣質感。 另外，如果你有一些運動化的訴求的話，新車同樣是提供了黑曜套件，一個全黑的黑武士造型，再加上一個紅色的剎車卡銜，絕對會給這台行政級轎車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覺效果。 接下來的變化雖然說不屬於外觀的範疇，但至少各位是看得到的，也就是它同樣是換裝了最新的華為乾坤智駕 ADS4的硬件系統，也就意味着它有了側向和後向的3顆固態激光雷達，以及前向和後向的5顆4D 毫米波雷達，它可以對車輛的周邊進行一個更精準的一個感知，而所以說在一些相對比較極限的環境下，它也可以更加安全的通過。而當前鴻蒙智行也只有尊界 S800以及3款9系車型才配備了這套硬件。 從這個動作，各位應該看得出來啊，新款是同樣升級了電動門，所以可以讓你上下車的動作顯得更加的優雅一些。然後除此之外啊，車內的變化呢，其實和主駕關係就不大了。所以我們先從副駕開始。首先，你會擁有一塊副駕娛樂屏，雖然說它的距離相對比較遠，操作起來可能不是那麼方便，但至少它提供了那個相對比較合適的觀影距離，而且它實際的觀看效果其實還不錯。而這樣的設計呢，還有個優勢就在於，因為這輛車是有一個虛擬電子後視鏡，所以主駕經常是會往這個方向看的。那麼如果副駕這個時候在看視頻，視頻上的內容其實是會被中控屏遮擋掉的，所以說對於主駕的分心也會稍微少一點。而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點就在於，當它擁有了完全對稱的中控之後，這輛車以後做右舵版本可能更加方便一些。其次，為了讓全車的乘客都可以更加便利的拿取到冰鎮飲料，所以說冰箱的位置從先前後排中間那個很尊的地方，放到了現在比較常規的中央扶手箱的地方。 而對於副駕來說，最重要的一個提升就在於現在這個位置它也有零重力模式，只是非常遺憾，我們這款車型並沒有搭載。來到後排，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在於先前那個看起來非常尊的這個中央控制屏被2個杯架給替代了，所以說現在中央扶手裡面只剩下這個手機無線充電面板還是帶電的東西了。那麼看到這兒，你可能就會好奇了啊，我這個後排丟失了冰箱，丟失了控制屏，然後你前排還加了零重力，是不是後排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呢？俗話說得好，這個小孩才做選擇題嘛，大人依舊選擇我全都要。為什麼這麼說呢？雖然說後排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以現在的這個坐姿啊，可以看得出來，即便是1.9米身高的我，也依舊可以獲得一個相對不錯的乘坐空間。上午在後排乘坐了1個多小時，我覺得這依舊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地方。此外，它的後排呢，依舊有着一鍵所有的遮陽簾的關閉，可以讓你擁有最極限的一個隱私；一鍵關閉車內所有對着後排的攝像頭，可以保證你電子層面上的隱私；而一鍵讓前排聽不到你說話，保證你在聲音上的隱私。那這其實是後排尊貴性很重要的一個顯示。而同時，鴻蒙智行非常標誌性的這一塊幕布在後排依舊可以保持下來，它甚至也可以成為另一種形式上的遮陽簾。而除此之外啊，前面我說丟失的屏幕呢，其實是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在了這個空調出风口的下面。它現在是一個磁吸的方式，讓你可以移動的來控制
立車上的所有的東西。這其實有點讓我想起曾經的奧迪 A8 也有非常類似的一個設計。而最後的最後，這輛車它依舊有着後排的零重力模式。而且由于後排的位置啊，它的這個縱向的長度更多嘛，所以說其實可以實現一個更加舒展的一個坐姿。而此時各位看啊，剛才還顯得非常尊貴的前排座椅，就變成了你現在一個非常謙卑的腳托。關於動態方面的表現啊，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底盤硬件上的差異，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底盤域上的。首先就是擁有了全新图靈平台，也就意味着現在的新款享境 S9它使用的是尊界同款的6合1全域融合架構。这个架構什麼意思呢？就相當於是當車輛在受到比較複雜的這個駕駛操作和路面的激勵的時候，它全車的底盤域的控制器可以更加這個融合且更加統一的去控制整輛車的一些動作，所以說它所有的這些感知的信號，還有包括車身發出的指令，包括你的油門、剎車、轉向、懸掛等一系列的這些控制鍵，它都可以協同的去控制，所以說可以讓你車輛在相對比較複雜的路面上來獲得一個更好的一個車身姿態。我覺得這可能是所謂有些傳統車企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因為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將智能化給賦予到了一個很傳統的領域之上，而這樣的表現呢，也是借助了鴻蒙智行全套的這個華為乾坤的智駕 ADS4 的硬件感知系統，包括它中心的算力，才能得到的這樣一個結果。另一個硬件的變化呢，就是使用了新款的連續可變阻尼減震器。由於它現在新款的帶寬增加了，所以說它相當於可以在舒適和運動之間做到更多變的一個性格，可以讓消費者去滿足兩邊不同的一些駕駛的需求。不過話說回來，由於它是硬件的變化，所以說老款車型並沒有辦法通過 OTA 來獲得新款的駕駛體驗。從去年開始，9系這個詞就一直是中國新車市場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然而，這個討論其實一直是集中在 SUV 市場。然而，今天隨着這台新款享境 S9的問世，鴻蒙智行家族已經補全了它9系旗艦的產品矩陣了。所以，我覺得這輛車很有可能會把9系的熱度給重新帶回轎車市場。OK， 感謝大家收看本期 Auto Lab，我是阿里斯，我們下期再見。